在反华问题上鼓噪不停、上蹿下跳的搓耳小国立陶宛，现如今又要求欧盟准备对华脱钩，积极附和美国步伐，大搞反华。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之前因为反华而遭受我国反制，予以外交关系降级处理的立陶宛，现如今又跳出来，在涉及台海问题上大放阙词，公然反华不说，还要求欧盟准备对华脱钩，实属可笑至极。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日前在出席欧盟外长会议时表示，欧盟现在必须做好应对和中国脱钩风险的准备，比如说一旦台海有战，那欧盟就应该跟中国脱钩。这话的言外之意其实还是美国利益及欧盟利益。既然美国反对中国统一，甚至可能武力下场介入，那欧盟就应该跟着美国一起反对，丝毫不在乎自身利益得失，只要无脑亲美媚美就行了。看到这儿，虎哥也只能说，某些西方小国政客的上限就到这儿了，除了一味附和美国之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吸引关注了。他们甚至连发表有主见的建设性意见都做不到，脑子里就俩字儿：媚美。自打美国开始全面反华，对中国施以各种封锁制裁和打压围堵以来，立陶宛作为积极迎合美国的反华急先锋，在各种反华议题上可谓上蹿下跳，对美国极尽阿谀奉承的讨好，生怕美国看不见自己的反华功绩。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现如今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压根给不了立陶宛什么实际的利益好处，只能给这些立陶宛的政客一些小恩小惠完事儿。但某些鼠目寸光之人，偏偏就还看中了美国给予个人层面上的这些小恩小惠，公然牺牲国家利益来置换个人利益，置国家长远发展和前途利益于不顾。只能说，在牺牲国家利益来置换个人利益、党派利益这件事上，某些欧洲反华政客还真就是跟着现如今的美国民主党草台班子有样学样。说起立陶宛因为反华遭受的损失，那可谓是相当严重，因为在台海问题上大放阙词，公然窜访台岛，置一个中国原则于不顾，立陶宛遭到了我国严厉的外交降级，众多对华经贸往来都被切断，被踢出了一带一路。这令本就被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冲击搞得问题缠身的立陶宛经济更是损失惨重。目前债台高筑的立陶宛已经欠下高达470亿美元的债务。反观立陶宛2021年一整年的 GDP 仅为654亿美元，而在遭受中国反制之后，经济严重受挫的立陶宛 GDP 必然迎来一波大幅下跌。一来二去之下，现在的立陶宛一年的 GDP 总额保不齐还收不抵支，没有债务多。要是哪天突然宣布国家破产，也实属正常。毕竟美国债台高筑，欠下一年 GDP 都偿还不清的天价债务，那依靠的是美元霸权和美国在西方世界当中的地位做捆绑，这才能肆意欠债还有恃无恐。但立陶宛有什么？国小力微而不自重，实力和眼光要啥没啥，欠了一屁股债还继续反华，上蹿下跳，只嫌自己的经济损失还不够惨重，还在紧跟美国步伐，妄意插手台海问题。殊不知美西方主导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建立起的全球剥削秩序正在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反对美国霸权浪潮已经势不可挡。连沙特和法国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友，现在也敢站出来对美国霸权说不。反观立陶宛，到现在还想依附于美西方主导下的这套正在崩溃破碎的旧秩序，妄图赚取微不足道的一点甜头。他日若遭到反噬，只能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情况。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主张反华，在台海问题上上蹿下跳，我国当然还有更进一步进行反制的能力。现在只是把对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如若立陶宛不知悔改，还有必要加强反制，则可进一步予以断绝外交关系处理。经济反制上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通过禁止欧洲对华出口商品包含立陶宛零部件的方式，来进一步剥离立陶宛依附于欧盟的经济，使其承受妄意插手台海问题的代价。简而言之，经济体量和市场强大的中国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有足够且多样化的反制能力。若立陶宛还一意孤行，不知悔改，继续紧跟美国脚步反华，那最终损失惨重的只能是立陶宛自己。